太子是被我从小揍到大的青梅竹马。笑了，快笑了！你个泼妇！叫声爹，快来听听。泼妇，以后谁敢娶你？后来他爹真的娶了我，我成了他的小妈，每见到他，我都要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哟，本宫的好大儿，为何不向本宫行礼？儿臣失礼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再后来，什么？皇帝叔叔挂机了，我的好大儿登基了！不行不行，我还不想死，我得赶紧跑。娘娘，这是打算去哪儿？你别过来啊！让开！儿臣失礼了。我叫李春草，我爹是开国大将军，我爹的狐朋狗友是皇帝，他俩都是穿越男。你说咱俩咋就把天下打下来了呢？谁让你看那么多某站视频？想当初咱俩在宿舍里看视频，一睁眼就到这儿来了，20年过去了。是啊，你成了一国之君，我也成了大将军。只可惜我那老婆命苦，生丫头的时候难产，早去了。我爹说的那个丫头就是我，而我从小跟着我爹，全靠他宠女无度，我的导弹才能青出于蓝。小姐，你快下来吧！小姐，不要上房顶揭瓦啊，也不要去炸粪坑啊！我完美继承了我爹的所有缺点。哎呦喂，不愧是我闺女啊！你就欺负我没有女儿，不行，明年我也要生个女儿出来，好好疼。儿子也行，儿子也是父亲的皮夹克。这小玩意儿真好玩，一按就叫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也就你能把这小子惹哭。不过，女大三抱金砖，要不去你的！那是我的闺女，我是你爹，按辈分算，我女儿也是你儿子的爹。听到了吗？我爹是你爹的爹，以后我也是你爹了。阿爸，阿爸，乖乖乖，我的好大儿。哇，这颗蛋可真大，不会是鸵鸟蛋吧？许燕，许言，你可得看准了接，要是摔到你爹我就揍哭你。2日了，你还是没有祝我生辰快乐。口头说的东西都做不得数的，我祝你快乐，你就真的会快乐吗？你若是快乐，不缺我这句祝福；若是不快乐，我说了也白搭。许言，我要跳下去了，接住我！许言，你没事吧？不会是被我压哭了吧？你要是敢说我重，你就死定了！我要告诉我父皇，哼，就只会告状的讨厌鬼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草原。爹，您是要不行了吗？咱家名下那间东向糖水铺子做的酒酿丸子特别好吃，您别忘了把店转给我。去，臭丫头就会诅咒你爹地！你愿意帮你的皇帝叔叔平定后宫吗？囊死这狗皇帝出的什么狗主意？爹，平定外族入侵我知道，平定后宫想来也差不多。放心交给我，我一定将后宫那群花花肠子揍得满地找牙，子恩父偿，也算对得起许仙叫我一声爹。滚犊子！好嘞，行吧，我爹装起深沉来，确实叫人看不透。今日是我的吉逼礼，皇帝叔叔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无法亲自到场，但皇宫里的好东西流水似的往我院里搬，我对这些不大感兴趣。怎么还不来？不会还生那天的气吧？放开我！叫声爹来听听。泼妇，以后看谁敢娶你！
哟，小古板居然学会叫人泼妇了，这还不好办？你娶我呗！婚姻大事应当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是女子，怎能如此直白？不经斗，你真没意思。我要嫁也是嫁全天下最有趣的人。许愿会来，许愿不会来，会来，会来，会来。再过5分钟不来，我就再也不对，我就一天不理他。当我正计划着要把许言的脑袋扭下来插花的时候，他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有开国大将军之女李氏春草，天资灵秀，贤良淑德，深得朕心，着即册封为陈贵妃，位列正一品，择日入宫，协理后宫事宜。钦此。干嘛？给我呀！若是你不愿，我可以向父皇请命收回旨意。我知你不喜被束缚，定是不愿入宫。你放心，我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婆婆妈妈的？这事我爹早在几年前就给我打过预防针了。哎呀，你别管了。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小事包在我身上，你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虽然以后我不能当你爹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能当你妈。有爹和你皇帝叔在，你尽可以横着走。我的女儿啊！爹，侍女盘了好久的，别乱摸。你还这么小，连初中都还没毕业就要去宫里打童工。要不是看在他帮我拿了4年外卖的份上，我才舍不得让我的宝贝女儿去跳皇宫这个粪坑。阿碧都长这么大了，快来坐下。本宫特地向皇上问了你的喜好，看看今日晚膳合不合右口。阿碧是我的小名，是我不曾见过面的母亲取的。看这一桌子菜，不像是给情敌下毒，倒像是养女儿。谢皇后娘娘。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哇，皇后娘娘好温柔啊！我爹就不这样，总和我抢食，一喝多就开始吹嘘。臭丫头打小就能吃，小嘴一张跟个推土机似的，盘子就光了，颇有爹地当年干饭风范。哎，爹地正是长个的时候，你就让爹地吧。怪不得皇帝叔叔说你一把年纪还装嫩，臭不要脸。阿碧，带些点心回去，饿了垫垫肚子。谢娘娘，那臣妾就不客气啦。进宫不足1日，我无脑贪吃的风声就传遍了紫禁城。这招叫前狼假寐，盖以诱敌。我爹兵权在手，想讨好我的人可以绕紫禁城3圈，点心流水似的送进了朝阳宫。这份是鹤顶红，这是午时散，人吸食后会变成鬼，动作挺快啊。去查查都是谁送来的。说，那些有毒的点心，究竟是谁让你们混进各宫礼单里的？啊！饶命！是有人给了奴婢字条。原来是他。娘娘，盒子里点心已经没有了。正好，我也吃腻了。不愧是我爹精挑细选的舞婢，就是靠谱。吃饱喝足，该干点正经事了。我爹真有意思，户部尚书最近天天在御书房哭穷，说国库空虚的连耗子都得含泪搬家。老爷的意思是？意思就是，既然国家没钱，那就得找有钱的人接一点。那是陈贵妃，瞧这架势是要去做什么？继升，这位娘娘可是将军府出来的，惹不起。户部尚书那女儿是住在哪个店来着？回娘娘，是长乐宫侧殿令贵人。听说她娘家最近刚送进去好几箱金银细软显白的锦。显摆好啊，我就喜欢显摆的人。金银细软沉不沉？本宫正好带人帮她分担分担。令贵人忙着呢。贵妃娘娘，您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没事儿，本宫这几日瞧着你宫甚是热闹，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可都是你爹送来的。家父一向宠爱，便时不时会送一些钱财接济。哦，我初来乍到这皇宫，无依无靠，兜里也没几个钱，不如贵人借我一些。
宫里动粗，来人，侍卫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叫啊，你就是叫破喉咙，也没人敢进来。你这个野蛮人，我要写信告诉我爹。赶紧写，顺便告诉你爹，户部尚书府里要是还有这种好宝贝，尽管往宫里送，本宫不嫌多。娘娘，令贵人这儿查抄出来的宝贝，抵得上朝廷半个月的军饷了。这就是你不懂了吧？我爹教过我，这就叫以德服人。娘娘，您这么收拾令贵人，户部尚书那边怕是急疯了。急就对了，本宫今天能打他女儿，明天就能去敲他的脑袋。皇帝叔叔故意放任我，不就是为了让他赶紧把账平了吗？皇帝竟然纵容那小妮子到这种地步！老爷，这是敲山震虎啊！咱们再不查清库存，把钱提上，下次那陈贵妃拿的恐怕就不是令贵人的金钗，而是咱们府里的脑袋了。快，连夜查库，把账给我做平了！若是被皇帝抓到了把柄，可就完了。是。阿碧啊，朕这江山稳不稳，全看你这拳头硬不硬了。你这一顿打，顶得过满朝文武磨半年的嘴皮子，妙啊妙啊！说，咱俩一人一半。这差事办得漂亮，朕赏你。朕特地叫来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小跟班，这总比那些冷冰冰的金子有趣吧？乖大儿捯饬过了就是不一样。虽然还是那副死样子，但勉强看得过去。儿臣给陈贵妃娘娘请安。哟，太子殿下现在礼数周全的很呐。及笄礼那天，谁在那儿哭天喊地闹脾气的？怎么，现在又装模作样起来了？身份有别，理当如此。往后，娘娘自重。好了好了，都多大了还吵嘴？妍儿，你送阿碧回去。是，儿臣告退。皇帝叔叔，拜拜。许愿许愿，我又想吃那家的酒酿小丸子了。他的手怎么比我的还光滑？也不知道平时怎么保养的。我是那种最惹人嫌的小孩，不鸟我，我自己一会儿就好；越理我，我就越来劲儿。不买给我就不放手。太子殿下，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你？我给你买，行了吧？好大儿叛逆怎么办？打一顿就好了。还是我的乖大儿，满意满意。皇上真的没钱了。唉，众爱卿所言极是，国库空虚，民生维艰，朕心如刀绞啊！皇上圣明，既然大家都没主意，那臣也无能为力，臣这就回家反省。又来了，父皇和将军这眉目传情的戏码，究竟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将军，您这又是给贵妃娘娘写家书？废话，皇帝那老小子在朝堂上把眼珠子都快挤飞了。皇帝叔叔这招挺损啊！娘娘，老爷信上又说什么了？工部侍郎说他老眼昏花，画不出水力图。娘娘，这工部侍郎可不比令贵人，那是朝廷命官。他负责在一旁看着他的父皇和母妃联手祸害他的臣子，顺便给我擦屁股。中。阿碧啊，没有你朕都不知道该怎么好了。那工部侍郎的老眼昏花，一夜之间全好了。这水路图画的比谁都精细。小事，
他那是欠抽，抽2顿经络就通了。这是赏你的，还有这小子朕也给你送过来，多陪你解解闷儿。儿臣见过陈贵妃。真乖。娘娘，老爷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我爹说，丞相那老匹夫在朝堂上骂他。丞相为人刚直，怕是看不惯将军府近期的行径。丞相骂我是个不会下公蛋的鸡，不过他又夸我有个好女儿，这算哪门子朝堂大事？将军真是有趣的人。这也算朝堂大事。娘娘，老爷怎么回的？算你爹抵我的私仇。行，我爹的仇就是我的仇。中。榜一大哥太给力了吧！皇帝叔叔又把你送来啦。今天你想做什么？丞相那老头这2天称病不朝了，说是被你气得心口疼。阿碧啊，你这性子真是越来越像你爹了。哎，丞相太不经夸了吧！赏，大赏！朕看你这朝阳殿还是冷清。许玄，这2天你就留在这儿，一边替朕陪陪贵妃，一边把那几本卷宗核对清楚。儿臣遵旨。不错不错，榜一大哥又送出一个许愿。阿碧，算了，这宫里的手段，本宫早就习惯了。我是皇上的妻子，可皇上却不是本宫一人的丈夫。娘娘，您守着贵女的规矩，可那些人守过规矩吗？绝子药都喂到嘴边了，您还要忍？庭云，带人去把那几个贱人抓起来。他们不是爱演戏吗？本宫今天就让他们演个够。是。我母后如何了？不如何，皇帝叔叔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你母后也跟着熬干了心血，身体越来越差，不知怎该是好。许燕，以后你要是当了皇帝，后宫也会这样鸡飞狗跳吧？我不会纳妃。啊？那你难不成是……李春草！哎，娘娘，您这一大早都叹了8回气了，是哪儿不舒服？你说这一天天困在宫里，规矩死板的要命，连个乐子都没有。走，找乐子去。娘娘，这个时辰，太子殿下应该刚下早课，正好。走。挑衅许言才是这宫里唯一的正经事儿。娘娘，我的小祖宗，您快下来！这要是让李官看见，非得气疯了不可。别吵，我这叫盼星星盼月亮，好几天都没瞧见那小子的影了。许燕，是我，你爹！他人呢？回贵妃娘娘，太子殿下说朝务繁忙，特命奴才将这丸子趁热送来。怎么，他现在连亲自来见我这个小妈的胆子都没了？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奴才只是个跑腿的，求娘娘别动怒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本宫又不吃人。娘娘，这短时间您的壮举太多了。宫里谁不知道大将军府的嫡女恶名远扬？我看连御花园的小孩听了您的名声都不敢夜啼。许燕，恶名就恶名吧。许燕这小子学会躲着我了，他不来，那就由我这个小娘亲自去。我倒要看看东宫的大门拦不拦得住我。娘娘，我的亲祖宗，您前儿才做过这面墙，昨儿又爬了那棵槐树，再这么下去，您快成了这墙里的砖头了。闭嘴！谁让那小子长本事了，学会跟我玩消失？他不来找我，我就天天在这蹲他。
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能有什么动静？大概又是贵妃娘娘在附近随机出没了。走快点，别撞见这位小祖宗，省得又被逼着问太子殿下的情况。我知道他是太子，以后要当皇帝，政务忙，功课重。可有了太子名头，就敢忘了爹？娘娘，您已经蹲了1个时辰了，没良心的家伙！今天非得给他一个下马威不可。来了！哟，本宫的好大儿，为何不向本宫行礼呀？胡闹！赶紧下来！李春草，你又爬那么高作甚？不下，你先叫声母夫，或者按咱们老规矩叫也行。你不行礼，本宫就长这树上了。温柔的人连凶起来的时候都是温柔的，像皇后娘娘宫里那只不会挠人，只会喵喵叫的白猫。这么乖，倒更想让人欺负了。李春草，别闹了，太危险，快下来！就不，你先叫我一声母妃。温和有礼的太子殿下，自打我进宫，你好像从来没正经叫过我一声母妃吧？怎么，忘了咱俩现在的辈分了？下来。凶什么凶？儿臣失礼。儿大不由娘，现在请您来一次朝阳殿都不容易了。娘娘慎言。太子殿下，快陛下！父皇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她怎么一点也不难过？婷雨，你不懂，她不是不难过。最狠刑罚，莫过于让一个肝肠寸断的人，去演一个端庄肃穆的圣人。满殿的人都在哭，哭位分，哭前程，哭给活人看，唯独皇后不能哭。她是这大朝江山最后的威严。可我分明瞧见了，在她瞳孔深处，正躲着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，正为了她唯一的郎君哭泣。大将军，这是寝殿，您不能……滚开！老子跟哥们儿告别，谁敢拦？哥们儿，对不住，我能力有限，这破地方没那条件，我复刻不出香辣鸡腿爆，就只有这个。来的有点急，馒头片忘加了，反正是刚出锅的。来的路上我都替你试过了，味道还不错，吃不死人。你凑合吃吧。好吃，谢了。还好有你在，老李，我儿子就交给你了。咱们打下的这天下，也只剩下你了。下辈子我还睡你下铺。行啊，下辈子我还当你爹。娘娘，节哀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不认识许言了。这家伙变了好多，看不出半分小时候的影子。那个许言去到哪里了？见过太子殿下。糟糕，是不是被发现我看他了？好尴尬，好尴尬。
现在皇上驾崩了，你爹再横也管不到这宫里来。令贵人，哭丧就专心哭，手脚不稳就多跪会儿。好大儿，借你的袖子躲躲。真奇怪，在他身边总莫名的安心。我爹说过，这叫阿贝贝情结，就像小孩离不开那块从小盖到大的旧被头。许愿对我来说，大概也是这样的。别怕。谁怕了？娘娘，刚刚娘娘，太子殿下刚才当众牵您的手，殿内的人都看到了，怕是会招来非议。许愿这小子！娘娘，皇后娘娘也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许愿怎么办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3日后，许前登基。娘娘，礼部那边来消息了，按照前朝惯例，先皇妃嫔凡是有子嗣的，可以留居宫内颐养天年。那无儿无女的呢？无儿无女者，要么自请出家为尼，要么殉葬。宫东密君葬？看来我这小妈是当到头了。娘娘，您别恼了，殉葬给谁殉？皇帝叔叔要是泉下有知，非得被这帮孙子气得诈尸不可。娘娘，现在整个后宫被禁卫军围得水泄不通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摩斯密码，闺女，这叫摩斯密码，是你爹当年混社会的绝活，记住了，技多不压身嘛，保不齐哪天就指望他救命了。爹地在府里等你回来，速速归。不对劲儿。太不对劲儿了，信早该到了，这会儿人还没影，老子这右眼皮跳得能蹦兜了。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这信是先皇驾崩次日发出来的，整整压了3天。3天，中间谁能截住老爷的信？不管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现在都没时间深究了。既然信送到了我手里，就说明那是最后的机会。庭云映月，别愣着了，赶紧把之前的细软银票全翻出来。娘娘，现在走？对，就是现在。收到信已经太迟了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把之前的带上，累赘的通通丢掉。等天色一黑，咱们就从北宫门偏道跑路。先皇赐下来的那些大家伙都带不走，别在那儿费劲了，挑那体积小、成色足的纪念品拿。娘娘，这会不会拿的太多了？要是被查出来，多拿些细软，越多越好。我在宫里做了这么多年工具人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连个退休金都没有，不拿点补偿实在是太亏了。出宫以后没这玩意儿，咱们连酒酿小丸子都吃不起。快，包袱扎紧了。人呢？怎么一个喘气的都没了？娘娘小心，这外面有点蹊跷。谁啊？大半夜的在这杵着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当然是回家了。这宫里现在乱糟糟的，你忙你的，我回我的，别挡道啊！我包袱挺沉的。回家？你还想回哪里的家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许仙，你疯了，弄疼我了，放手！映月，娘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朕的意思是，既然入了这宫腔，生是这里的人，死也是这里的鬼。许玄现在这副表情，我去年秋猎时在他脸上见过。那时他盯着那头将死的野鹿，也是这般瞧不出喜怒。喂，许玄，我警告你，虽然你现在是皇帝了，但我可不怕你。
我是贵妃，是你的母妃，你现在这样算什么？恩将仇报，杀人灭口。你要是敢动我，天下人的口水都能把你淹死，定要叫你被口诛笔伐。这绝对是我活到现在说过的最有文化水平、最像样的一句话了。母妃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朕的母亲了。许燕，你给本宫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……你找揍！许愿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混蛋！该死，从小玩到大就这点不好，我的招式他全了如指掌。许燕，你到底发什么疯？你弄疼我了！你要干什么？许言，你放开我，听见没？许燕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爹是大将军，他手里攥着天下的兵马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杀我灭口是吧？行，我有的是手段，我就算做鬼也要拉你垫背，大不了咱俩黄泉路上接着打。抱歉。是儿臣失礼了。哎，原来不是要杀我灭口啊！我还以为父皇走了，母妃也走了，我没有父皇，也没有母妃了。李春草，这世上我只有你了，你别走，好不好？真要命！我又想起皇后娘娘生前养的那只白色大胖猫了。那猫平时不挠人，只会软绵绵的蹭人，和现在眼前的许渊简直一模一样。许渊，你先起开，你压得我喘不上气了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别离开我。好。阿碧，快张嘴。娘娘，快醒醒！娘娘出大事了！发生什么了？天都没亮，你这一副火烧屁股的样子干什么？没有不舒服啊，不仅没有，甚至挺舒服的，舒服。舒服，确实。依奴婢看，这新上位的狗皇帝也不行啊！咱们大将军府出来的，哪能吃这种亏？倒也不必这么说。许渊还行，但跟我比起来，那还是差点广贺。娘娘，别在皇帝刚去上朝，距离朝会结束还有1炷香的时间，现下是脱身最好的时机，错过就没命了。主子，我和音乐姐姐天不亮就脱身回来寻您了，结果您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奴婢光是叫醒您，就足足折腾了半个时辰。行了行了，我的锅。那就撤，行动！快跟上，往这儿走。娘娘，您对这侍卫巡逻的路线怎么摸得这么清楚？这几年为了给许愿找不痛快，我天天在东宫附近盯梢，早把这帮人的换班规律背下来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哪个挨千刀的缺德鬼设计的公道。这毫无遮挡啊！咱们这包袱这么大，只要一露头，上面哨藤里的弓箭手立马就能把咱们射成筛子。娘娘，硬冲还是等？等不了了，许渊快下朝了，拼一把！听我口令，准备跑！娘娘，这能行吗？咱们手里可什么令牌都没有，万一被拦下，怕什么？没听我爹说过吗？这叫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要是怂了，这辈子就真得折在这里了。参见贤太妃娘娘。娘娘，这往宫外走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出宫办事的。这娘娘，按照规矩，出宫须得有皇上的手谕或者内务府的令牌，奴才们也是按章办事。没手谕没令牌。但是本宫有皇上的出宫口谕，这是关乎国策机密要事，出了什么岔子，就是你没有10个不够内务府停鞭挨的打屁股。
怎么，还要查验本宫的身份？奴才不敢。既然是皇上口谕，奴才自然不敢耽搁。许言，阿碧，我等你很久了。皇上万岁！奴才不知贤太妃娘娘是奉旨。贤太妃，记清楚了，以后这宫里没有什么贤太妃，只有皇后。完了，真的完了，又被抓了。住手！得，忙活一宿，一个也没跑成。不过奇怪，许言这小子居然没把我押回那闷人的朝阳殿，反倒是往我家将军府的方向去了。怎么就长得这么勾人呢？我现在好歹是皇帝了，在这外面，你好歹给我留几分薄面。等回了宫，到了没人瞧见的地方，门一关，到时候随你想怎么揍就怎么揍。啊，这马车里怎么这么闷？有点热。其实我压根儿没想揍他，不过既然他都这么诚心诚意请求了，下次我一定多使点劲儿，揍到他满意为止。死丫头，你还舍得回来？老子在家等的腰都要折了！放手，我爹在外面呢。不放。行，你有种，你快下吧。将军，老子的刀呢？父亲。谁是你父亲？许燕，你这一声父亲叫的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当你爹？你什么呢？贵点！你个混账小子！你把我闺女骗进宫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敢当众牵手！父亲。谁是你父亲？许燕，你这一声父亲叫的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当你爹？你什么呢？贵点！你个混账小子！你把我闺女骗进宫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敢当众牵手！还有你，你就这么让他牵着？你大将军府的威严呢？你平时揍他的那股劲儿呢？行了行了，大庭广众的丢不丢人？赶紧进府。小姐，将军有令，议事期间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尤其是您。这将军府还有我不能去的地方，他居然把我关在外面，还不准我听。哼，不让我从门里听，我就没别的法子了吗？笑话。不稀罕，我今儿还非听不可了。哼，新皇登基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许言，你爹娘尸骨未寒，这皇位你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你倒是先惦记上老子的女儿了。但朕要娶阿碧的心意，从始至终绝不会改变。阿碧也是你能叫的，你管谁叫阿碧呢？你给老子清醒一点！你别忘了，李春草现在名义上还是你亲爹封的陈贵妃，是贤太妃，是你的母妃。你这是要让老子的女儿背上一辈子的骂名吗？气生的也太大了，昨夜我也没吃亏啊，反而是许言那小子伺候的挺好的，收点劲儿啊！你万一真砸出个好歹来，那咱们家可就真要玩九族消消乐了。哦，忘了，咱家本来就没什么九族，一共就仨人，而且还有许言。从今日开始，她便不再是先皇的妃子了。朕今日在朝会上，已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昭告天下，立她为后。昭告天下？你这是要把她架在火上烤？朕的后宫从此以后只会有她一个人，那些流言蜚语，朕自会肃清。父皇临终前曾告诉过朕，历史上的李皇与武后便是这样厮守终生的。你父皇，他还真是什么都敢教你。父皇与母后是青梅竹马，我与阿碧亦是青梅竹马。在朕看来，这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最正的规矩。这江山天下是父亲您与父皇当年一手打下的，朕今日将调动龙卫的兵符一并留在这匣中。大好的河山朕可以守，沉重的皇权朕也可以担，但父亲，朕只要阿碧。许愿玩这么大，兵符都交出来了。
Oh my god， 这太值灵符钱了吧！你收回去。既然你要娶她，这天下你不仅要守，而且要让我心服口服，不然老子亲自登门接阿碧回家，你这皇帝也别想做得下去。这会一桩桩清算。得，又开始了。这两人凑在一块，除了打仗就是治国，幸亏脑壳疼。好香，这味道。火锅还是红油变态辣的。爹，您真是太懂我了。这宫里的饭清汤寡水的，我都快吃吐了。别动，谁让你吃了？爹，我都快饿死了，有什么话吃完再说嘛。吃完再说。吃饭拍拍屁股又跟着那混小子回宫了。李春草，咱爷俩今天开个坦白局。一物降一物，老子降小子。我爹这表情，看来今天是躲不过去。先说清楚，昨晚在宫里那小子到底把你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。那你情我愿还是威逼利诱？他要是敢欺负你，老子现在就带兵冲进太爷，把他祖坟给刨了。算是你情我愿吧。你真的想当那个皇后？你老实交代，你俩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记不清了，大概5岁那年吧。好你个许烨，5岁就开始勾引我女儿，你个死小子居然还是个职业选手！爹，您嘟囔什么呢？那毛肚都要老了。那他对你动手动脚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也对他动手动脚了。李春草，你还有没有点姑娘家的矜持？爹，您吓死我了，我筷子都掉了。你给我正经点儿，李春草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难道真的喜欢那小子？嗯，我挺喜欢其他的，我也挺喜欢当他爹的。停，可以了，别说了，再说一句就不礼貌了。你这脑子里除了当爹还剩下点什么？真香，爹，您怎么不动筷子？这毛肚再不捞，就跟您的脸一样老了。唉，您叹气也没用，叹气又不能让火锅变淡。爹，您多吃点，半夜睡觉饿了怎么办？爹，您走了，那这些牛肉我也替您解决了吧？都怪火锅太香了，这变态辣简直上头。现在别说我爹走了，就是旁边死个人，我估计都闻不着，只能闻到这勾魂的牛油味儿。谁家死人了？大清早的叫魂呢？停雨，去跟我爹说声，要是吃席我就不去了，我想睡觉。小姐，快醒醒，没人家死人，是你要嫁人了。哎，你们轻点，这洗脸还是搓皮呢？小姐莫动，急时紧迫，老身这手艺可是城里一绝。谁？我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可算醒了！快，吉时要到了，洗脸的、净手的、搅面的，全给老身动起来！快！停雨，这帮婆子哪找来的？手劲大的要把我天灵盖掀了！小姐，您忍着点儿。奴婢听说这几位嬷嬷今日是监职，他们主业其实是杀年猪的。啥？杀年猪的？吉时已到，该上轿了，该上轿了！这公道不就是我前几日逃跑的那条吗？怎么，阿碧回神了？若是现在后悔害怕，想要再逃婚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谁怕谁是孙子，我这辈子就没写过怕字。还是这么牙尖嘴利，真难得，平时见了他不是掐就是闹，这还是第一次跟他这么安静的待在一起。徐安，你肩膀何时这样宽厚了？怎么不适应了？以前不是天天骑在我肩膀上吗？没不适应，倒是觉得更安稳了。徐燕，我爹怎么没来送我？那老头子平时最爱凑热闹，今儿个居然转性了。父亲说他怕看见你就真舍不得撒手了。我看他是怕在席上喝多丢人吧。他还说怕见了面会忍不住在大典上不顾体面的教训我一顿。阿碧，今日之后你便是这江山唯一的后。虚名而已，我又不在乎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把半个国库都搬到将军府给你当聘礼了。至于剩下的那半个，现在就挂在我腰上。你还真舍得啊！皇上，您可真是太孝顺你爹我了，这大礼送的，深得老夫之心啊！是啊，
一定好好孝顺。阿碧，阿碧，你好烦，专心看路。阿碧，我好困，被那群喜婆折腾一早上，老命快没了。好，睡吧。到寝殿还有一段路，我背你过去。我有一个青梅，她是这个世上除了母后，我唯一爱的女子，但她又和母后完全不一样。许燕，别写这破玩意儿了，快看，我抓到了什么？蛐蛐啊，这是蛐蛐啊！你以为是什么？母后从不大声说话，从不生气，走不走？从未出过宫。可阿碧，她却总是捉弄我，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欺负我的点子。不走，你带路，我跟你走。叫声爹。泼妇，你放开！但我就是喜欢她，爱她。即使后来我的体术能完全压制她，我还是没舍得对她动手。要是让她知道我一直在让着她，她会更生气的吧？父皇这一辈子政治才能有限，这后宫我对你母亲亏欠许多，有些历史里君王也能一夫一妻。徐燕，如果你做不到此生只爱一人，还被牢里那个老莽户追杀，就不要劝明白。他相信我可以做到，我也相信我自己。你终于是我的妻子了。姐姐，我小时候的眼泪都是为阿碧而流，以后的眼泪也为她而流。里面的老头听着，老子那份关于京城自来水管道不到铺设及无水储系统的策划书，你压了整整1个月了。大将军，那工程太费钱了，国库刚缓过劲儿啊，费钱那是利在千秋。你知不知道不搞基建，这城市化进程就得卡死？你这是阻碍历史车轮。老子倒数3个数，再不签字，老子今天就在你大门口开火锅派对，3天3夜，辣不死你老小子！爹，我把作案工具带过来了。父亲，差不多得了。尚书大人年纪大了，受不得惊吓。怎么，皇帝女婿要给这帮老灰骨撑腰？不，朕是来告诉尚书大人，既然皇后要搞 KPI， 那这自来水工程就当是尚书大人的年终考核。办不成，尚书大人就自请去御花园种土豆吧。真是不惊吓，这点事就晕了。爹，你看你把尚书大人吓晕了，火锅派对开不成了。传朕旨意，送尚书大人回府休养，工程事宜明日再议。两位慢用。哎，这酒又要涨价了，粮税重啊，连酒区都要收入门税。入门税，酒区那是基础生产资料，你们户部尚书脑子里是不是装的都是红油火锅？阿碧，慎言。听说了吗？朝廷又收平乱税了。阿碧，酒还没冷，莫要动粗。他们说我爹，你还摸我手？朕听着呢。你说，那入门税该如何改？收税得搞个起征点，富人多收，穷人少收。还有那个劳什子重复征税必须取缔，那叫自毁根基。重复征税，阿碧真聪明。那你说，朕该怎么赏你这些良策？是再把朕送你一次，还是今晚回宫，朕亲自给爹赔罪？没道理呀、明明离合器的原理就是这个，怎么挂不上档呢？爹，您折腾这玩意儿半个月了，这木头疙瘩能跑？这叫大朝第一跑车。等你肚子里那小孩子出生，老子要让他当全京城最拉风的崽儿。碳纤维没有，柳条编的变速箱也能凑合。父亲，这后座能不能扩宽2寸？咋的？你嫌挤着我孙子啊？朕想等阿碧累了，朕也能推着她在御花园走走。若是只有孙子的位子，阿碧就得自己走路了。许宣，你堂堂皇帝，志向就是当个推车。皇位高处不胜寒，朕年幼时，父皇总是太忙，母后总是太累，朕不想让咱们的孩子也只能看着一个端庄肃穆的背影长大。得，这活老子接了。许燕，你小子比老皇帝强。许愿，我爹说他下辈子还想睡皇帝叔叔下铺，你呢？你下辈子想当什么？朕不想当皇帝了。那你想干嘛？朕想当将军府门口的那棵老歪鼻子树，这样
你每次翻墙出宫，朕都能稳稳的接住你。你若是累了，就在朕怀里打个盹；你若是想闹了，朕就为你挡着风。不行，你得当个人，不然我骑谁脖子去？谁给我买酒尿丸子？好，那朕就生生世世当李春草的玩具。阿碧，这一年，朕把朝中那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清理干净了。以前，朕是你的好大儿，以后，朕是你的江山。哥们儿，你看，你儿子跟我闺女在那看烟火呢。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许愿，快看，那是我设计的爱心烟花。看见了，阿碧。弄到了，朕亲手抄录的全京城最全的火锅底料配方大全，连隔壁番邦的秘方都在这儿了。好女婿，有了这个，阿碧以后生起气来，咱们爷俩就能保命了。父亲，上次阿碧说朕劈折子他慢，罚朕骑了半个时辰的马。忍着点吧，老子当年在将军府还没当老丈人的时候，被他骑着脖子绕京城走过呢，这叫甜蜜的负担。徐老三，你告诉我，咱们是不是在做梦？我也希望是，但我刚才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，疼得我现在还耳鸣。咱们寝室4个人，就咱俩在宿舍看那个某站史学博主的教你如何3分钟打天下，结果刚看完就断电，一睁眼就到了这儿。别提了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博主的台词。第一步，先占领高地。可咱们连个馒头都没有，占领什么高地？厕所高地吗？老三，隔壁那帮土匪又来抢粮食了，怎么办？李直，这就是咱们的天使轮投资。只要把这波土匪吞了，咱们就能完成 A 轮融资，占领这片县城。大哥，你这皇帝梦做的挺专业呀！我当初可是学生会主席，画大广我在行。你负责打，我负责忽悠。咱们哥俩这辈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下辈子还能水上下铺。老三，前面就是京城了，打下来你就是老板，我就是首席执行官。侄子，我有点紧张，万一史书把我写得很丑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告诉史官，你生得英明神武，就是身高1.8米，其实你才1.72米。老子净身高1.75米。侄子，这椅子坐着一点也不舒服，硌得慌。知足总比咱们那个4人间寝室窄薄的床强。老李，咱们在这儿没根没底，以后要是成家立业了，我儿子就是你儿子，你闺女就是我闺女，懂吗？哼，少占老子便宜。你儿子将来要是敢欺负我闺女，老子提着刀进来削他。怎么可能？我儿子一定是个温柔儒雅的小正经。老三，你说咱们还能回去吗？回不去了，但没关系，这江山咱们随便玩玩，结果玩大了。行，那老子就帮你守着这摊子。你当你的狗皇帝，我当我的潇洒将军。接下来得搞企业文化建设。啥玩意儿？你就直接说咱们明天去抢谁？抢？那是土匪行径，我们要搞的是兼并重组。明天你带人去城门口发粥，顺便贴一张大字报，就说你是真龙天子。不说咱们这儿包吃包住，不收保护费，年终还有奖金。咱们要把这周边的人才、劳动力全给挖过来，这叫流量变现，懂不懂？不愧是咱们寝室年年拿奖学金的，忽悠人真专业。老三，你不是说某站视频里教的黑血药配方是1里2硝3木炭吗？为什么刚才那是直接炸了，不是喷火？可能咱们那个时代的纯度跟这儿的不一样，或者是咱们的木炭火候不够。废话，那是化学，咱们是学土木和管理的，跨专业了，懂不懂？老李，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冷兵器对拼吧。你那身散打练得怎么样了？放心，这儿的人打架都讲究招式，老子上去就是一套军体拳配合王八拳，他们根本看不懂，但这玩意儿杀伤力极大。侄子，我想吃楼下那家10块钱一盘的麻辣烫了。忍着吧，等咱们打到京城，老子亲自给你研发个火锅。哎，老李，你说咱们要是真的当了皇帝和将军，这后宫佳丽3000，咱们受得了吗？你忘了咱们当年在宿舍发的誓了？谈恋爱只会影响老子拔剑的速度。也是，但这儿的人太早熟了，天天有人给我送女儿。老三，咱们得稳住，
咱们可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接班人，绝对不能被封建残余给腐蚀了。嫂子怎么样了？没了。侄子，老三，这仗我不打了，我得养闺女。打，必须打！不打下这江山，你拿什么养闺女？你想让李春梅跟你一样在这个破地方吃草根吗？好，老三，你当皇帝，老子当你手里的刀。爹爹，你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字叫春草啊？隔壁王将军家的女儿叫娇莺，多好听。闺女，你不懂，娇莺那是得养在笼子里的，风一吹就没了。春草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爹地不要你当什么名门贵女，爹地只要你像这春草一样，在哪儿都能活得痛快，谁也踩不死你。那我要是长得太高了，被风吹倒了怎么办？那爹地就当你的地基，只要爹地还有一口气儿，这将军府的土永远厚厚的埋在你的根底下。老子以前总想回去，但现在老子有根儿了。臭丫头，这回是真的长高了，长到老子接不住的地方去了。许岩那小子要是敢亏待你，爹地这把老骨头还能当回火药，炸了他那破宫墙。许岩，我好像听见我爹在唱《青藏高原》。我也听见了。朕要让文武百官瞧瞧，朕的皇后是开国大将军之女，能文能武，上能镇朝堂，下能奏太子。哦，不对，现在能奏皇帝。阿碧，上朝要端庄。端庄？当年是谁被我骑在脖子上喊泼妇的？只有朕能听。哟，现在知道乖了。以前叫我爹，现在叫皇后，辈分乱得很。尝尝，朕守着师傅做的。算你孝顺。朕只对你孝顺。再闹，朕就不办公了。你敢？天下不要了？天下哪有你重要？许岩，不许欺负我女儿！父亲放心，朕不敢。手牵那么紧，干嘛呢？宫里没规矩。听见没？我爹说你没规矩。那小子要是敢惹你，就揍，揍坏了爹给你撑腰。放心，我揍他从小揍到大，熟得很。出去。阿碧，别闹。亲，你怎么了？这床是我的。是，都是你的，连朕都是你的。许岩，你说当了皇帝是不是就不能像以前一样陪我疯陪我闹了？无论是不是皇帝，我都是那个被你骑在脖子喊泼妇，被你揍得求饶的许岩，永远都是。许岩，我不要你当什么千古一帝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一辈子陪着我。好。有你在，真好。睡吧，朕陪着你，一辈子都陪着你。我记事起，爹李直就总念叨些听不懂的话，还总喊我闺女，把我宠得无法无天。我上街屋瓦掏鸟窝，下挖泥坑炸粪坑，将军府下人见了我都躲着走。这是你好大儿，得好好照顾。嘿。这丫头以后就是你爹了。4岁时，我掏鸟蛋给许岩，想让他送给皇后，却摔碎了。5岁夏天，我拉许岩偷爹藏的冰镇西瓜，被爹发现，我慌得摔了一跤。你呀你，这样吗？我闺女扎的就是最好看的。哎呀，笨死！还有一次，爹去军营，
我哭着要跟去，许燕也跟着，都有立正。那些日子有爹护着，有许燕陪着，每一天都热热闹闹，满是欢喜。